马斯克要组建新政党，这已经不仅仅是反川的问题了，他是铁了心要参加美国政治了。但问题是，他并非出生在美国，谁会代表他参选美国总统呢？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2025年6月5号。今天呢，咱们聊一个专题：美国的 MAGA 运动是否会成为昙花一现，走进尾声？今天啊，老马对于老川又连开3炮，这3炮比昨天节目我讲的呀更厉害。其中第一项，他居然要组建一个新党。因为在今天早些时候呢，他在推上发了一个投票，就说现在是否要组建一个代表中间派的选民的政党。然后呢，有个投票，你赞同还是反对？截止到目前吧，咱们来看一下啊，现在阅读人数是4600多万，不少了啊。那参与投票的人多少？是超过了400万。这400万里81%的人选择赞同他组一个新党，说这个党呢代表这个中间的选民。我今天就来跟你分析一下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首先第一个是关于路径不通，他必须得走第3条道路。大家知道在历史上他给民主党捐款是比较多的，那后来为什么转投老川呢？是因为民主党在多元化在环保这块呢他不认同。你比方说他在加州的时候，企业为什么要搬到德克萨斯，就是受到当地员工的福利员工的工时，包括环保各种各样的这种限制。他觉得这个民主党太多元化了，走得太远了，都扯着淡了，所以他才干脆转投老川。老川给他的诱惑呢也很大，你看吧，当时他就提到要增加太空探索的投入，老川同意，只要你支持我，我当然可以同意。当时全答应，而且要给他一个超越于内阁部长的总统特别顾问。这个顾问呢有监察的权利，就类似于中国明朝的东厂或者西厂。那老马就觉得，既然能实现了我理想，我的企业利润能够增加，我个人也能够获得原来没有的成绩，他当然愿意花钱呢。据他自己说呢，是投了2亿美金，最近他又说是投了6亿美金，帮助老川胜选。因为当初的选票哈里斯是7400万，老川是7600万，就差200万。但这次参与投票的人就已经超过了400万了，4乘以8 ，300多万人支持他组党这不能小视。这是第一个。那我们讲第二个呢，是关于这个人性的分析。这个人性大家谁都逃脱不了。你首先说吧，他觉得像探索火星这么美好的事情，他有个技术瓶颈，目前我感觉他是没有信心能够突破，等于下半辈子还得在地球上混，你还得在美国混。那这种情况他就得为自己找后路了，不能完全绑在老川身上，也不能完全绑在 MAGA 身上。他就觉得呢，你呢不能实现我理想，既然两方都不行，我只能组建一个新党。因为在这个基辛格有句话，政治本身就是男人天然的春药，当他吃过见过，他也体验过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利他已经中毒了，他已经受了这个刺激了。因为什么呢？在商业成就上他已经做到了世界首富，还有啥意思呢？你再多赚个1000万，再多一个零，有啥意思呢？不足以让他刺激更多的多巴胺。那怎么解决呢？他还得喜欢这个权利，那干脆他自己来吧。当然了，当总统他肯定不行，目前这个法律无法这个左右，他就极有可能呢吸纳一些人，这些人既有可能是民主党的，也有可能是共和党的这些大佬。你呢，你有声誉，我捧你上去，但是党的总书记或者党主席估计是他要来这当的。好，那我们再从这个第3个分析，是关于他认为自己有实力做到一点。他在白宫的这几个月我想也算是吃过见过了，这政治也不过如此呢。
他甚至认为他搞企业的能力啊，远远超过老川搞企业和老川搞政治。你那部长们都在一块打架，那政策都不统一。要是我干的话，我绝对比你强。所以我认为他有这个充分的自信，他觉得你老川行，我也行。实质上，咱们看一下，老川呢，他不是塑造了一个共和党，他实际上组建了一个川党，只是他呢暂时还得举这个共和党的牌子。举个例子吧，如果说他搞一个MAGA党，我相信共和党里的人会跟他走的，也许会带走1半以上的人马。事实上，老川自己是组了个党的，他就想，你老川行啊，我老马也行。正是因为这3点，我认为这个组党的事情啊，已经是要启动了。那我们再说他谈的第2弹呢，也很重要。有一个人呢发了一个推要弹劾老川，他呢是赞同，然后转发，这转发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个实际上是要动老川的基本盘。弹劾大家都清楚，主要是参众两院的弹劾。既然是参众两院，本身老川的大美丽法案在众议院是勉强通过，参议院目前是过不了，要过必须得做大的修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些动摇的议员发现老川你自己的人马都分崩离析了，那我为什么还要支持你这个法案呢？既然有人来弹劾，那可能就要有人来做这个事情。当然了，第3个我认为是今天的最有威力的一弹，那就是对老川私德的影响。他放出来一段2分50秒的小视频，这个小视频就是老川在爱泼斯坦那个所谓萝莉岛上的风光无限的那些视频。这个视频是拼接的，其中有几段呢，简直就是不堪入目啊！就是老川跟一群美女们在一起跳舞。所以说呢，这一条对老川的打击啊，声誉打击是最大的。你作为美国总统，某种程度上也是代表了美国人的道德品质啊。在这儿呢，有一些华人的川粉呢，可能就要考虑站队的问题了。因为原来的马粉支持了马斯克的和支持老川的，他们是合流了的。现在这俩人闹掰了，那你是不是也要选边站呢？我感觉啊，大多数的华人可能会站老川，因为老川手里毕竟掌握着总统的职位和整个的国家机器，司法系统也在他手里。如果说他让马斯克关停或者逮捕他，或者说像今天班农讲的啊，应该是查一下他当时非法打工，现在获得了美国公民，是不是应该吊销，然后把他驱逐出境？这个呢，我感觉啊，还是想简单了。我认为马斯克除了他本人之外啊，他应该有一个智囊的团队，抛出这几记重拳，包括昨天的几记重拳呢，应该不是马斯克一个人的想法，应该是有人懂美国政治。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是要新的招要出来了。那是什么呢？既然你老川掌握整个国家机器，你也可以影响我的企业，甚至有可能抓捕他。那他手里的牌在哪儿呢？我认为老马的团队至少应该捏住了老川的3大命门，只是现在还没到完全撕破脸的程度。这3招啊，现在还没放出来。其中第一个呢，可能是去年的选情的数据。你看，不就差了200万票吗？是怎么翻盘的？如果把选举期间的数据列出来，就是因为我投了钱你才选上的，那你现在总统的执政合法性就要打一个问号了。那检察官或者司法系统就有可能会引起独立调查。如果事实证明你这总统实际上并没胜选，那你怎么办？这是一个大事吧？现在还没给你放出这些数据来呢。第二呢，我认为呢，他在担任特别顾问和这个能够进入各大公司、各大门路网站或者各大部委的这个网站数据库期间呢，他应该做了大量的 AI 数据分析，分析出了很多老川在执政这几个月有明显违法甚至是违宪的事情，包括什么会议纪要啊、各种指示啊。这个东西啊，作为美国总统履职，如果出现重大的疏失或者是违宪，这也可以引发的弹劾。证据拿出来，你议员们你不可能视而不见。第3个呢，就是
今天放出来这个小视频啊，我认为还算是尺度不太大，但是以我们对老川的了解，他绝对不是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啊，他一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些视频如果放出来，可能就尺度比较大，那你的总统还有没有脸面当，那都是个问题了。我相信这3个命门呢，还没到放的时候，那就看双方的妥协吧。总之，老马已经不安心当于世界首富了。既然去不了火星，还在地球上，还在美国，那倒不如大干一场，不悔此生。好吧，接下来的任何动向，我再和各位进行分享。欢迎关注大伟观点频道，每天和你更新有意思的事儿。再见。